季淑楠，放开他！季淑楠，我和你青梅竹马，曾经真心相爱。但是上一世结婚前，你因为林夕的出现要悔婚，我没有同意你便记恨于我，对我百般羞辱。婚后更是肆无忌惮的和林夕在外面同居，还将我的嫁妆全部转送给了他。这次我重申在了结婚之前，我一定不会再让自己重蹈覆辙。沐雨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妈，我不嫁季淑楠，我要嫁给沈其舟。季淑楠的小舅舅，他可是豪门沈家的掌权人，你跟他只打过几次照面？难道你一句想嫁，人家就会娶你？其实我喜欢了你7年，这辈子是我福薄，没能娶你为妻。下辈子我一定不会迟到缺席，永远护你周全。妈，我决定了，我就要嫁给沈其舟。好，我现在去给他打电话问问。上一世死后，我嫁错了人，害死了自己，也害死了沈其舟。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新来一次的机会，我绝不会再错。沐雨，沈其舟答应了，还说婚事儿越快越好。沈其舟，这一世你不必再以死相随，我来嫁你了。苏沐雨，你给我出来！滚出来！苏沐雨，你还能不能再不要脸一点？逼着长辈定下我们的婚事，我还没同意呢，你就这么等不及的要恨嫁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里是我家。还在装蒜？你父母已经在婚庆公司定好场地了，你真以为靠着道德绑架就能让我心甘情愿的娶你吗？你越是这样子迫不及待的想让我娶，越是让我觉得恶心。我确实是要结婚了，但我要嫁的人不是你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？还学会欲擒故纵这种把戏了？我以前怎么没有早点发现你的真实嘴脸呢？我以前也没有发现你脸皮居然这么厚。季淑楠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不是，也不会跟你结婚。我要嫁的人就是你。你省省吧你！你越使手段，越显得你掉价。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想告诉你，就算你把婚礼的场地定好了又怎么样？我爱的人是西西，我要娶的人也是她。尽早收起你的手段和心机吧。你愿意爱谁，愿意娶谁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。我这一世唯愿与你再无瓜葛。我和齐州已经领证了，还有，我苏沐雨的人生当中选项不止你一个，以后我的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什么叫没有关系了？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，这才几天你就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了。季淑楠，我以前年纪小，我不懂事儿，误以为青梅竹马的感情就是爱，但自从我看你追林夕的那个样子，我才知道。我对你的感情不是爱，只是儿时的情谊罢了。你说不是就不是吗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我和沈其舟已经领了证了，我们两个是合法的夫妻。我不信，你那么爱我，你怎么可能跟别的男人结婚呢？可这就是事实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，你就是不相信。季淑楠，舒楠哥哥，我们别管他了，我们也去领证吧。改天吧，没心情。恭喜二位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。老婆，该你了。什么？你明明知道。老公。到底怎么了嘛？舒楠哥哥，
你不是一直都期待着这一天吗？什么期待那一天？我是说我们领证的日子。都说了没心情，别烦我了，好吧？可我都准备好了。小舅舅，你可别被她骗了。她这个女人很会演戏的，她当初为了嫁给我煞费苦心，她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才逼得你和她领证。小舅舅，你千万别被她给骗了。季淑楠，沐雨现在是你的小舅妈，我劝你放尊重点，否则别怪我不讲叔之情。沐雨啊，你还要闹够了没有？如果你要气我，你做到了，我何必气你呢？那你演这一出。从今天起，你和你的人离小舅妈远一点，她不太想看。原来被爱人用心守护的感觉这么好。平心而论，上一世季淑楠在没有遇到林夕之前对我也很好，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白月光林夕。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是沈七州的太太。怎么了？听清楚我说的话了吗？小舅舅，小舅妈，我知道了。舒楠哥哥，你要是心情不好，我们就改天来领证，我带你去散散心，晚上再挑个米其林餐厅好好吃一顿，好吗？季舒楠，之前可是你说过最讨厌苏沐雨纠缠你的下贱模样的，可是现在你又在做什么？今天你突然跟我说不想领证，然后连一个理由都不肯给我，难道是为了来找他是吗？我发现我还是爱沐雨的，你我之间只是一段错误的感情。我不相信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这个女人跟你说了什么？苏沐雨，你都跟别的男人领证了，为什么还缠着舒兰哥不放啊？你就这么下贱吗？首先是他先纠缠的我，并非我先纠缠的他。其次，请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最后，正好你来了，把他给我一起带走，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舒楠哥哥，你是我未婚夫，他就是个下贱胚子。给我闭嘴！你凭什么骂沐雨？你有什么资格骂她？季舒楠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竟然为了这个贱女人打我！之前可是你说的，是这个贱女人纠缠你。那是我跟沐雨之间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告诉你，赶紧给我滚！说什么？让你给我滚！下定决心了，我要重新追沐雨，滚！沐雨，你也听到了，我不会跟林夕领证的，所以你也别拿小舅舅来刺激我了，好吧？季舒楠，这就是你对待感情的方式吗？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？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吗？我知道，我会和林夕分手的。我知道你也很讨厌他，我保证，我和他不会再联系，和他断得干干净净。我讨厌，从始至终就只有你。怎么不吃饭一直看着我呀？后悔了呀？啊，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很不真实。我没想到你这么痛快的就答应跟我结婚，还这么快的去领了证。结婚证的事是我太心急了，但是你放心，婚礼我一定给你十足的准备时间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带你见一下我的爸妈。你放心，他们一定很喜欢你，他们特意准备了婚庆宴，要把你介绍给家族内外还有那些生意上的伙伴认识呢。啊，这么隆重啊？隆重吗？我觉得你值得全世界所有人的祝福。我不贪心全世界，只要能跟你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就够了。长长久久不够，我求的是生生世世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舒楠哥哥，舒楠哥哥，这里的法餐很正宗，和我在巴黎吃的味道完全一样。
西西，你先去那边等我一下。苏沐雨，你不能嫁给我舅舅，我后悔了。你不能嫁给别人，你和我之间的婚约还没被正式举行。对不起，我和齐州正在吃饭，而且他白天的时候也跟你说过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苏沐雨，我都说了，我后悔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这口气你到底要赌到什么时候啊？季淑楠，麻烦你滚远一点，你让我很倒胃口。先生，请您不要打扰我们的客人。给我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她是我未婚妻。季淑楠，给我也给你留一些体面吧。我现在可是你的小舅妈。我不要你体面，不要你。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放。苏沐雨，你可真够阴险的！我不回来就用我爸妈来压我，强迫我回来是吧？你以为我这样就会回心转意吗？老公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别装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就是看不过九舅陪林夕了，才用这种伎俩把我给骗回来。我告诉你，至始至终我只爱林夕一个人。当初要不是你不离婚，我和林夕也不会分开。季淑楠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你快点送我去医院，救救我们的孩子。是个女人都会生孩子，都没有像你这么娇气。林夕就不会像你这样。老公，我求求你，他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。怎么了，西西？舒楠，我这停电了，我好害怕，你能过来陪我吗？别害怕，我马上过去。老公，快，求求你，来不及了，求求你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，快送我去医院，老公。舒楠，你快点过来。自己打车去吧，西西更需要我。老公，爱你10年，为你付出一切，没想到这就是我的下场。你可怎么办？我的女儿没了。沐浴和季淑楠结婚3年，没想到所遇非人，最终却落个一尸两命的下场，真是可怜。谁说不是呢？她老公啊，就是个负心汉。今天可是墨雨的葬礼，你看，连人都看不着。别提了，听说和林家那女的去海边度假了。她要是在意沐雨，沐雨怎么会是今天的结局？希望沐浴来生能够擦亮双眼，远离人渣吧。苏小姐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，请大家离场，让逝者安息。你怎么了？怎么？小雨，我来了，我替你报仇了。沈其舟，季淑楠的小舅舅。报仇的意思是，你杀了季淑楠？胆敢辜负你的人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做吧？其实，我喜欢了你7年，
但我没有告诉你，要是我当初勇敢的追求你，你就不会嫁给季淑楠，也就不会。原来我一直都被你爱着，沈其舟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这辈子是我福薄，没能娶你为妻，下辈子我一定不会迟到缺席，永远护你周全。小雨，等着我，我来了。其舟，不要，你不要做傻事！沈其舟，你不要睡，沈其舟，你醒醒，沈其舟，你醒醒，沈其舟，其舟。这里是我结婚前的房间，难道我重生了？小舅舅，我不想，我不能失去沐雨，求您成全我一次，反正你跟他也是做戏而已。滚！小舅舅，我不想再说第二次，滚！没事吧？希望你兴致还在。苏沐雨，我喜欢了你很久，这枚戒指我已经准备7年了。当听到你愿意嫁给我的那一刻，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。谢谢你，其舟。不用谢我，我只怕我给你的不够多，不够好。Beautiful life,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. 到了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这么想赶我走啊？已经住在心里的人，怎么还赶着走呢？那晚安，陈太太。等等，可以单独说2句话吗？友好，一次性把话都说清楚吧。沐雨，我成功被你刺激到了，我还是无法看你和别的男人结婚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季淑楠，你的真心就这么廉价吗？一会儿你要说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一会儿又说跟那个女人结婚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我最在乎的人是你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和沈其舟已经结婚了。我小舅舅他很忙的，我劝你不要浪费他的时间了。你如果翻来覆去都是说这些话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放开！我输了，后悔了。我本以为我爱的是林夕，可今天我才知道，我还是无法完全忘记你。季淑楠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了，所以，沐雨，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？我不跟林夕领证了，你别拿小舅舅来刺激我了好不好？一爷一奶奶，苏沐雨她是我女婿，她暗恋我多年，怎么能嫁给小舅舅呢？没想到他竟然跟季公子有过婚约。那这么说来，他是一个二手货呀，那怎么配得上尊贵无比的沈总？季淑楠，你够了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说过，你可以嫁人，新郎必须是我。叔叔阿姨，我跟季淑楠早就取消婚约了，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1个月前你还说爱我，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慧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她是你的准儿媳吗？小姨妈，这苏沐雨从小和舒楠一起长大，她确实是喜欢舒楠的，再加上她父母几次3番上门议亲，所以我敲定过他们的婚约。苏沐雨，你既然和舒楠有过婚约，为什么又要嫁给齐州？
这就是他心机之处。他欺骗了小舅舅，是吗？啊，季淑楠，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毁了我跟沈其舟的婚约是吗？你也太高估你自己的本事了。那就看看能不能成功。爷爷姨奶奶，小舅舅他是集团的接班人，他的婚约关乎到集团的以后的发展未来。而苏沐雨，她跟我有过婚约，一个一女二嫁的女人，怎么能够进沈家的大门呢？不，我不相信。我知道，我悔婚，你生我的气，你找小舅舅也是为了故意刺激我。那是因为你爱我爱得太深，才不得已如此。我都理解，我都理解。季淑楠，你这样子只会让我觉得你更恶心。啊，你不相信是吧？这是我跟沈其舟的结婚证，上面还有婚姻登记处的钢印，假不了。不许！为什么？我还没有结婚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别人？我不欠你的，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就围着你一个人转。好了，你也该死心了，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干嘛？沐雨，我不在乎你领过证了。我知道，之前是因为我伤害你，伤害的太深了，你不得已才这么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只要你明天跟沈其舟离婚，我还是可以接受你的。我们以后好好的过日子，好不好？你放开我，季淑楠，我不会离婚的，我爱的只有沈其舟。你还要撒谎撒到什么时候？那能让我跪下来求你吗？你放开！季淑楠，你知不知道迟来的深情比狗还贱？我以后不想跟你再有任何的交集。你放开！沐雨，季淑楠，你放开我！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爱你，我爱你爱了很久很久。你放开！除非你跟他离婚，嫁给我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选择你的。我相信你那么爱我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小舅舅，小舅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明知道沐雨爱了我很多年，你为什么要在我们之间横插一脚？现在她是我的妻子，你几次三番的骚扰她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在利用她！告诉你，现在没有人有资格指我的妻子。你爱我，告诉她你在利用她。你不是渴望我吻你吗？来呀，我们吻一下，证明一下我们的感情。啊！他现在是你的人，你要再敢靠近他，我剁了你的双手！苏沐雨，你以为攀上小舅舅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你逃不开我的手肘心。没事吧？别怕，我来了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居然不知好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齐州，你饶了他吧，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，饶了他吧！齐州，若是因为我出了事情，那以后我就更跟他撇不清关系了。跪下，给你小舅妈道歉。
从今天起，沈氏集团收回所有对季家的投资，关停季家所有业务，取消季淑楠在集团的一切职务和股份。小舅舅，我不想一无所有啊！好像一条狗啊！齐州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和你爸已经决定取消你和苏沐雨的婚约，你带着他去民政局办理离婚。取消？为什么？你让他自己跟你说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又是你？啊？不是，是他配不上你，她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她就是个心机婊。你说什么？你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本来就是，齐州，舒楠可是你外甥，他难道会害你？你搁不住朝外管。什么本来就是？还是我来说吧。姨爷爷、姨奶奶，你们是最看重品行的。像她虽然看起来乖巧，其实跟我在一块的时候，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，每天都想要，每天都要不够，一点都没有世家之女的一点矜持。季淑楠，这就是你的手段，你未免也太低级了吧？你以为豪门是这么好进的吗？他就是这样勾引惑小舅舅，小舅舅就是被他色诱蛊惑才娶她的。这种一女嫁二夫的丑闻，要是被传闻出去，对沈氏集团是会受到影响的。季淑楠，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现在可是你的小舅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和季淑楠的婚约早就已经取消掉了。你们听到了吗？他承认了，他跟我有过婚约。没想到她真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呢。就是这样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沈总？姨爷爷、姨奶奶，这个女人她不仅品行不端，而且还心机深沉。从小时候就缠着我，口口声声的说爱我。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，就迫不及待的爬上了我的床，想要逼迫我娶她。现在想想啊，恐怕是惦记着我们季家的家业。季淑楠，怎么？我说都是事实啊。这个就是他的一些照片。这季淑楠，你简直就是可耻！你竟然 P 图来诬陷我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干过这些苟且之事？别不承认了，在床上的时候我是很享受。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这些照片都是假的。你这样见一个爱一个，见一个睡个你，根本配不上我小舅舅。爷爷姨奶奶，在我跟他还没有分手的时候，他就勾引小舅舅，他就是个天生的浪荡胚子。颠倒黑白，卑鄙小人！手机给我。怎么脱衣服的时候很利索，现在知道丢人了？好啊，苏沐雨，之前你父母几次三番来我家开会，现在一转眼要让和我表弟结婚，你是有多缺男人啊？是不是将来还想3嫁4嫁？简直是下贱无耻！我和季淑楠是有过婚约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对他真心以待，问心无愧。但是他说一套是一套，劈腿别的女人，我自认为遇人不淑，果断的选择分手，何来的见人一说？我不管你们年轻人的情感纠葛，但我沈家向来注重清誉和品行。趁你们婚礼还没有办，你和齐州的婚事就此作罢。喜欢吗？这也太贵重了吧！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今天在会庆宴上，我会向所有人宣布你是我的正式妻子，那样就不会有人敢来骚扰你了。宴会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沈总，公司那边有个紧急会议，需要您来参加一下。好。要不你先去吧，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。哦，没关系的，你先去开会，我在宴会厅等你。好。沈总多年来从不近女色，
没想到今天突然公布他的未婚妻，这真是出人意外啊！今年的会庆宴会一经公布，整个金融市场都随之动乱。沈总在商业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哪家高贵的千金才能配得上沈总这么尊贵的身份呢？恭喜小姨妈和小姨夫，弟弟齐州果然优秀，把家族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说，连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没耽误，这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！齐州这孩子从小就主意正，凡事呀也不跟我们商量。虽然这次领了证，但是苏小姐是谁，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呢。齐州选择的妻子自然错不了，小姨妈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好了。苏小姐到。哎呀，果然是能嫁给沈总的女人了。这长相，这气质，连最大牌的明星都得输她3分呢。可是，在咱们海氏的名门贵族里，也没有姓苏的人家。这苏小姐到底是谁呀？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苏沐雨。苏沐雨，怎么是你啊？小姨妈、小姨夫，她是舒南的未婚妻，怎么能嫁给齐州呢？什么？阿姨，我跟季舒南早就没有任何瓜葛了，这一点齐州是知道的。你说不是就不是吗？苏小姐，差不多了，您赶快去现场吧，沈总一定已经等不及了。行。妈，我这领结是不是有点歪了？真是要当新郎的人了，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在意外形呢。妈，我等今天等了好久了。别太紧张了，放松些吧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是啊，放松啊。哎，沐雨快要来了吧？哦，他已经出发了，马上就到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开错了？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你到底是谁？沐雨，是我，别害怕。季舒南，怎么会是你？我要带你去结婚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季舒南，你放我下来！快点停车！别急，马上就到了。这不是我跟齐柔结婚的地方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去我们的婚礼现场。我说过，我要娶你的。停车！喂，你疯了你！危险！停车！对，就是这样，做我的新娘，做我最乖的新娘。阿姨，我确实是和季舒南有过婚约，谈过恋爱，但是劈腿和退婚都是季舒南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沈齐州的事情。我不想听你的解释，也丢不起这个人。今日会亲宴改为会友宴，你们都是沈氏集团的宾客，我们沈氏集团以薄宴招待各位，全当是一次答谢。沈夫人不愧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呀，行事作风干净利索。这只能说沈氏的豪门不是那么容易进的，以色示人的人注定是玩物，做不了正妻。沐雨，你跟我小舅舅的婚事，只要你现在答应我，我还可以娶你。季舒南，你小子，就算我和沈齐州的婚约毁了，我也不会选择嫁给你，因为让我觉得恶心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气话？现在除了我，谁还给你这样的机会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还得感恩戴德了？
那倒也不至于，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回到我身边，我保证给你个完美的婚礼。你不是最想嫁给我？现在一切如你所愿了，你现在只需要做这一个简单的选择。季淑楠，再让我重新选择，我也不会选择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还在想我小舅舅娶你吗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变来变去，把感情当做什么了？我没有变，我一直爱你，我还爱你呢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给我泼脏水的是他，说爱我的也是他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到底是谁下流无耻？淑楠，这种女人就算回头咱们也不要，让她滚！我还忘不了他。儿子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啊？我不在乎，我还要娶她。我没想到你这个女人居然有这样的手段，把我儿子和弟弟骗得团团转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开个价，然后给我滚出海市！是你儿子纠缠不清，你还来怪我？你应该去教训他才是。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妈，你干什么？淑楠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咱季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已经为你付出了所有了，你还不肯回头吗？滚！你放开我！是不是还在做嫁给我小舅舅的春秋大梦？简直是不成体统！现在我就彻底断了你的后路，让你除了我无人可娶。放开他！齐州，苏小姐原本和舒楠有过一段婚约，对吧？对。那她为何又答应嫁给你？齐州，我嫁给你，为了守护你，也是为了珍惜你对我的爱。上一世我所托非人，这一世只想好好的被爱一次。但原谅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一切，因为重生这件事情，即便说出来，也没有人能相信。他连个理由都没有，你就答应娶她，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。这样的婚姻后患无穷，我和你爸都不会同意的。我不需要理由，不管他说与不说，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真心。齐州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你清醒一点。我很清醒，这婚我必须得结，人我也必须得娶，谁也无法阻挡。你小舅舅，原来我一直都搞错了。他之前跟您结婚，我以为是为了气我，现在想想，我们两个都被耍了呀。他是想通过我接触到您，跟您结婚之后，贪图您的权势跟财富，她就是一个心机女。一切都解释通了，这就是勾引未婚总裁上位，这就是个虚荣势力的捞女呀！唉，可怜了季先生，真心付出却被当成了跳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勾引您是欺骗了您，他没有勾引我，是我暗恋他，我暗恋了他整整7年。什么？堂堂沈氏集团总裁竟然暗恋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子7年？7年前我还在跟他谈恋爱呢。她一开始确实是你的女朋友，但自从我第一次见她，我就对她一见钟情。只要我有，只要她要，我都可以给她，何须勾引？你们都只关心沐雨为什么突然嫁给我，你们就不想知道季淑楠是如何对待沐雨的？季淑楠在明明跟沐雨有婚约的情况下，公然出轨一个叫做林夕的女人，冷落她，怠慢她，甚至还搬出去跟她同居。沐雨受不了，伤心极了，就离开了她。现在又反过来被她纠缠，现在又被她泼脏水，到底是谁品行？又是谁不要脸？舒楠，有这样一个女人吗？这么说，你也知道，整整7年，我终于等到你，能够有幸成为她的丈夫。从现在起，如果有谁敢破坏这门婚事，那就是和我沈齐州作对。这其中的后果，你们自己掂量。另外，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，将季淑楠永远的逐出海市，
终生不得回来。如果我和沐雨再看到他一面，我一定卸了你的双腿。舒楠，刚才齐州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些都是你的欲加之罪。姨奶奶，我一开始只是想追回沐雨的，可是他一直不肯回头，我看他快要结婚了，我才骗了你。胡闹！我们刚才差一点就误会了沐雨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捉出海市！齐州，沐雨，你醒了。齐舒楠，你就是个变态！你今天好美啊！我等今天这一刻等了太久了。齐舒楠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婚礼马上就开始，你赶紧给我送回去！这就是你的婚礼啊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沐雨，放开我！真的爱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婚礼我已经布置好了，牧师马上就来了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齐舒楠，你这是绑架，这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齐舒楠，你还年轻，你不能因为一时的自制气就毁了你自己，毁了你一生。没有志气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这就是个疯子，你放开我！没错，我是疯了。自从你跟沈七走后，我就已经疯了。沐雨，我是被你逼疯的。我说了，我以后我不会娶别人。你为什么还是要嫁给沈七成？没关系，我已经把你抢回来了，我们马上就结婚，好吗？报警了吗？已经报了。再快点！是。别多管闲事，赶紧主持婚礼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沐雨，再坚持，办完婚礼了就好。开始吧。新郎季舒楠，你是否愿意迎娶美丽的苏小姐？我愿意。新娘苏沐雨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季舒楠先生？告诉牧师，说你愿意。报警！你快报警！你愿意？他愿意，赶紧下一个环节。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报警！求求你了！季舒楠，我不愿意，你放过我吧！你再这样下去，你真的就回不去了。沐雨，很快就结束了，马上你就是我的妻子了，你坚持。恭喜二位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夫妻了。上帝祝福你们。新郎，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妻子。我都说了，我就不娶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跑？放开我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我是沈七州的妻子，我是你的小舅妈。不行，你干什么？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我真的不能失去你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
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其实，你以为你跪下来我就会心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能重新站起来？是你亲手把我推进了深渊，那个时候谁又给过我机会？慕云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啊？你嫁给我之后，只会拥有幸福，我怎么可能会把你推向深渊？一定是沈七州，一定是他迷惑了你。他这个人最会骗人了，表面上不近女色，背地里暗恋你。他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你的依靠？你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总觉得错误都是别人的。难道不是吗？他身为我的小舅舅，为老不尊，还 PUA 你，他不就是有钱吗？我也有钱，我给你啊！季书南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他这种人就是享受诱捕猎物的快感，等玩腻了，就会把你像旧衣服一样把你丢掉。我是在拯救你，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季书南，收起你那个鳄鱼的眼泪吧。我在最后告诉你一次，我不会嫁给你的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是你逼我的。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季州，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管他死活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他已经跟我结婚了，你给我滚！我离远一点！站住！给我回来！季州，季书南，你在干什么？他是你小舅舅。我让你回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那我就杀了他！好，你把枪放下，你放松，你别开枪，我过来。我让你给我回来！你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！季州，现在已经疯了，他真的有可能会杀了你。季书南，我来跟他换，你不就是想为我吗？你快走！你闭嘴！我让你回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那我就杀了他！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我就杀了他！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现在又拿他的命做抵押，这就是你娶她的真心吗？他为了救你，拿自己的命给我当人质，他的心早就不在我这了，那你就放了他！趁现在警察还没来，到时候我会向警方解释，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，不可能，我不会放了他。你再逼我，就杀了他，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要。季书南，你真的疯了是吗？你别过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他，然后再杀了你。季书南，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女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地步，看来你们是真心相爱，我应该成全你们。什么意思？我有大好的前程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女人而死。你这种负心汉，慕雨没嫁给你就对了。慕雨，听到了吗？你只是他可有可无的玩物而已。你看清楚他了吗？在生死危机面前，他第一个放弃的人就是你。那你赶紧给我滚！苏沐雨，既然我不需要娶你了，请你把我送你的戒指还给我。拿着你的破戒指赶紧滚，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站住！别过来！舒南，我不想欠他的，该断的还是要断干净。赶紧让他把这些东西都拿走，我们到时候一起出国重新完婚。想通了。是想通了。拿走你的东西，但别给我耍花样。慕雨，你快走！
救护车！启程，你醒醒！哎，医生，沈夫人，苏小姐，启程怎么样了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但是人……哎，苏小姐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沈总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。我要让我去见他，我要去沈启程，让我去见他，沈启程，沈启程。季淑楠那个蠢货居然只想绑架，还好我提前带走了所有财物，等出了国安顿好接上爸妈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。站住！对不起，宁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为什么？季淑兰持枪绑架，同时涉嫌经济犯罪，有证据表明你是共犯。我没有，我跟他没关系。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请你配合。带走。启程，你说过你要娶我，你醒醒，你不要食言好不好？启程，我以为这一次我有改变，但是你又为我死了一次。你放心，这一世我会随着你一起去。我已经得到你的爱了，不再伤心，也不再惶恐，都是因为有你在我后面爱着我、宠着我。能够深爱一场，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谢谢你，启程。启程，你醒了。你不要做傻事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？启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为什么？就是刚才那个问题，我为什么突然选择嫁给你？当初你同意我求婚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意外，但我不想知道为什么。能成为你的丈夫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幸运了。我不需要所谓的理由。你就不担心季淑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是为了报复他，才选择嫁给你。就算被当成工具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并不是为了报复他，也并不是为了利用你。爱你，我是因为爱你，才选择嫁给你。之前我选择嫁给你，因为我想要得到你的爱，因为我从未得到过被笃定和长久的爱，那是每一个女人都无法忘记的。但是今天，我觉得我爱上了你，所以我不想要我一个人对你的爱，我想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。Baby, I'm falling. 苏木雨， Over here. 我爱你。 Looking for ways to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. I wish I was holding you by my side. 西西，林家和季家也算世交，现在季家的生意被收了回去，林家肯定也是要受到影响的呀。你就算不为舒楠考虑，也要为你们林家考虑一下啊。阿姨，这一切可都是舒楠哥自己选的，要不是他被苏沐雨迷了心窍，当初老老实实和我结婚，怎么会有今天这个下场？趁一切还有余地，我们一起挽回一下不好吗？只要你和舒楠结婚，沈家那边自然不会在意舒楠和苏沐雨的事情，到时候季家又能借上沈家的礼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
季阿姨，你找错人了，是舒南哥先辜负的我，要劝也是你该去劝他。苏沐雨和沈七州后天就办婚礼，舒南再不甘心，也只能认了。到时候还不是乖乖回来和你结婚？季阿姨，我林家可是海城世家，我林夕也是要脸面的人。西西，这是我们季家祖传的宝石戒指，价值1个亿。另外，我再给你5000万的彩礼。西西，舒南那小子太混，也只有你能拿得住他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成了我的儿媳妇，将来季家的一切，我通通划到你名下。阿姨，那我就听你的话，我去舒南哥房间找他。舒南哥哥，季舒南一定是疯了，不行，现在季家被沈家撤资，只剩一个空壳，季舒南又将被赶走，我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到虚伪的婚姻上，得想办法，在季家被彻底掏空之前，赶紧脱身。好闺女，老爸祝福你呀！女儿，祝你幸福。我也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参加我和沈七州的婚礼，一起来见证我们的幸福。哎，这新郎怎么不在？沈总伤情未愈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前来婚礼。沈七州，我来嫁你了。可以吗？苏沐雨，嫁给我。 오랜 시간 함께라서 너 친구로 난 너무도 편했었어. 이게 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已经是了。 그래왔어. 널 못 보면 보고 싶고